Hello，大家好。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然后最近把 Blender，Render to Blender 的插件更新了一下。之前的那个版本是不支持 Render 里面的图层的。然后后面想了个办法，让它把图层也传递过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Render 里面图层可以通过空物体的方式传递过来，我就转换成空物体里面的父子题来控制，或者说把它转换成图层来集合的方式来控制。然后现在先讲一下怎么安装。嗯，对，安装过程。首先的话，按照我这个顺序来安装。首先安装 Blender 里面插件。Blender 插件的话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文件夹，到时候我会把这个先发出来，然后把这个文件夹直接复制，然后复制到这个文件夹，复制到你Blender 的插件目录里面。也是直接复制过来。复制过来后，找到这个资产的这个文件夹打开。这里面现在因为没有导入嘛，所以说是空的。然后把这个路径复制，现在也不用，可以稍后再复制嘛。然后第二步，打开你的 Relo，然后把这个是 Render 里面插件，我自己制作的，是把里面的物体名字，把 Render 里面每个物体的名字这个名称自动修改为嗯带 Render 文件的名称和带 Render 加图层的名称，然后在后面加一个随机值。然后等一下各位可以看到。然后首先我们把这个插件拖入进来，直接拖到这个里面。因为我这个已经有了嘛，所以说它才会报错，就不用管。注意，你这个导入之后，你应该先把这个插件放到某一个你固定的位置。固定的位置之后，然后再导入。导入之后，你可以查看一下导入的是否正确导入。插件点非内建的，然后找到这个插件这个名字。然后它的指令的话，这个可以看在这儿附的，它的指令就是这个。然后插件安装完成后，下一步就是新建按钮，和之前的一样。如果第一次用的话，肯定要新建；如果没有新建的话，就是之前已经安装过这个插件的话，直接在这上面复制，然后把这个复制过来，把这个路径复制。嗯、然后找到 Run， 找到你的那个功能按钮，把这个粘贴进来。然后只是要注意，把这个路径的位置记住，只能改到这儿，后面的这个文件名不要修改，把这个替换成我们刚才在嗯 Blender 插件里面这个路径，把它替换过来，粘贴过来。然后现在就 OK 了。或者如果你要用到把 Blender 里面的模型导到 Render 的话，就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粘贴到右键。同样也要改路径。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改哪个，你后面的这个斜杠后面的这个 OBJ 的文件名称不要修改。然后修改完成后确定。然后它这个导出的话，它是导出你选中的物体。如果说你不选中的话，它只会，我们先解释一下吧。这个的话就是刚才插件的名称，插件的指令，先把所有的物体重命名，然后再是导出 OBJ。如果说我不选中这个物体的话，它就只会运行重命名。比如说我现在运行一下，它就会把刚才每个物体的名称都是空的，然后它现在会自动命名。自动命名的规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斜杠前面不要，斜杠前面就是 Render 的名称，就是你这个你文件的名称。然后这个 Paint 就是它的图层的名称。然后这个两个冒号的话，它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物体在子图层里面的话，它就会加一个双冒号，然后后面再加子图层。然后你如果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子图层，它会接着在后面加双冒号，再一直加，直到你这个物体的真正的那个图层加到这儿。然后将图层改完之后，它会加一个这个星号。星号后面这个单位数的随机值就是那个插件里面默认给的。如果说你要修改的话，不建议，因为应该不需要手动去修改吧。因为如果说你一定要在 Render 里面，在 Blender 里面好找到通过名称找这个物体的话，你要修改的话，只能修改这个冒号，这个星号后面的自定义。并且你这个星号后面在这个当前图层里，blue 你这个图层里面只能是唯一一个物体，然后有唯一一个名称。也就是说这个图层里面不能有两个物体的名称星号后面名称是一样的，否则的话它会自动把最后创建的那个物体的名称改为一个随机序列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看一下名称都改完了嘛。然后现在你把要导出的物体选中之后，然后导出。然后它出现这个文件保存成功之后，就说明你在这个里面
render 里面这个都导出成功了，然后你再到这个 Blender 里面来，然后把这样，然后导入的话，同样还是用 Shift 加 A，或者说在添加里面导入。然后这次的话就有两个嘛，第一个是通过集合的方式把 render 里面图层转换成集合，或者说把 render 里面图层转成空物体。然后我们先通过集合来转入一下，因为这个模型比较大，可能要等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已经把所有的图层都转换成集合了，包括这个 Paint 下面的子集合，也就是子图层都有。然后此时有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根目录它的命名规则是 random 的名称加当前场景的名称。当前场景的名称就是这个。如果你修改的话，你下次导入它会自动重命名一下，这个也自动的，不用担心。然后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集合就让它在场景的根集合下面，不要把它重新修改，就不要把它移动到这个集合下面，就让它在根目录下面就行。否则的话，你下次你这个文件修改后，你再次导出的话，然后这里再导入的话，它就找不到这个根目录下，找不到这个集合，它就会新建一个这个根目录，然后就和这个就不是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是导入成集合，然后再上去啊，然后再重新通过空物体导入。然后空物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它的命名规则跟它的最顶级的负极空物体也是这个命名规则。同样的，你这个空物体也不要把它移动到某个集合里面去，就让它在场景的根集合下面，就这样就能保持它一直的状态。只要你下次导入了还是能识别，还是在这个保持这个集合的，保持这个图层的关系。然后我这个里面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空物体的话，空物体的答主它是会自动转换成 M3的那个 Ctrl 加 G 那个答主功能的，所以说你右键可以识别，在隐藏啊，然后或者显示啊这些，都是跟 M3那个答主的功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地方有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当你把这个一个整体导入来之后，你要移动啊，或者缩放啊，或者旋转什么的，尽量以这个主的，以这个根的，以这个根空物体，最顶级的这个空物体负极来做变换。像比如说你的这个根物体下面还有一个根物体，还有一个空物体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再去变化了。因为如果说你只变化这个的话，比如说然后 S 一下，然后加 T 一下，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有个地方要修改，比如说把它把它移动一下，或者好了，好的，把它变换一下，然后我想把这个修改之后的再重新同步过去的话，嗯，看它是会自动根据这个总的空物体的位置来对齐的。如果说你移动它的子题的这个空物体的话，它是无法实现，就是这个。包括你在这个里面修改一些材质的属性，你只要不修改名称，不修改这个名称的话，你把这个东西替换过来后，它还是会自动把这个修改后的这个材质替换为赋予到这个最后修改后导入的模型上。嗯，想一下，好像就就这些修改了，其他的后面如果有想起来什么的话，到时候在留言里面评论吧。好，这次就这样，拜拜，要睡觉了。